最好最专业的背部训练动作都有哪些呢？如果你平时练的动作都是烂动作，那你的背部练1年呢，才顶得上别人练3个月。我这里介绍10个练背的动作，从最差到最好做了一个排名。以后你们练背呢，就只练最好的动作，最差的碰都不要碰。排名第10的动作抱拉，它这个动作呢，确实对背阔肌的增长有帮助，对力量的提升效果也很明显。但这玩意儿呢，伤腰不说，行程还短的要死。而且这个动作背部发力感受不是很好，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很难找到背阔肌发力的感觉。一般只有5年以上训练年限的大佬呢，才能驾驭这个动作，新手是绝对不建议碰。我个人建议你们去做俯身的杠铃划船，背部进步的速度呢都比这个快。排名第9的动作山羊挺身，这个动作不建议加入正式的训练中，但是我非常建议把这个动作加到每次练背日的最后收尾，不用做太多，做1组就可以了，每组做个20个左右。就是咱们练背经常会有俯身杠铃划船、俯身单臂划船，这些都是需要下背的竖脊肌借力的。如果你的竖脊肌不够发达呢，那你俯身上大重量的时候，腰椎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只要你的腰不是混凝土浇筑的，那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练一下的。排名第8的动作仰卧提拉，这个动作又能练胸又能练背，像这种花里胡哨的动作，新手你碰都不要碰。像那些个高位下拉、绳索划船什么的，就够你练的了。还有那些个说这个动作拉伸幅度大的，你上去给他一电炮就行了，拉伸幅度再大，那增肌也得搭配大重量才行啊。睁大眼睛看看这个哑铃下放的多低，你敢上大重量试试，肩膀还要不要了？一不小心肩关节就是咔嚓一声。排名第7的动作单臂哑铃划船，这个动作排名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大部分新手都存在2个误区，就是觉得做这个动作呢，拉起来身体必须要旋转，导致将哑铃拉得特别高，以为这样背部的拉伸和收缩感就特别好。别做梦了，那只是因为你没有保持身体的稳定，让自己的上半身呢发生了旋转。就算你胳膊抡冒烟了，你的背阔肌根本没有被收缩挤压到，背阔肌只是在跟随你的上半身呢发生了整体的转动。再一个就是很多人完全没有把单臂哑铃划船的划字给整明白，你的手臂如果只是在那直上直下的拉哑铃，那只会让你的手臂越来越壮，背部啥感觉没有，纯属是白费力气。排名第6的动作单臂绳索划船，单臂做绳索划船的好处是能够单独对背部薄弱的那一侧呢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所以这个动作我只推荐给那些背部左右肌肉大小不一的兄弟，来给薄弱的那边开个小灶，这样你的背部整体看起来呢才会美观好看。但如果大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必在这个动作上浪费时间了。双手的窄距和宽距绳索划船你不去练，在这做单臂的你不是闲得慌吗？所以这个动作呢排第6，刚刚好，不好不差。排名第5的动作单臂绳索下拉，这个动作是专门针对的背阔肌下部，还能顺带刺激到大圆肌。这有2个很重要的小细节，你可以看到在动作过程中，你需要从正手切换成垂式。正手的细节是能让你在回放时做到充分的拉伸背部肌肉，垂式能让你在收缩时让下背阔肌更加收紧。而且这个动作不像复合动作那样容易借力，它能让你的下背部，尤其是背阔肌外侧的肌肉线条呢更加的清晰明显。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单边动作效率不如双手动作高。兄弟们不介意这一点的话，可以试试。这个动作推荐做4组，每组12到15次。排名第4的动作双马尾绳索下压，这个动作是我练背日收尾最喜欢的动作，它能完美的发挥出肩部的肩伸功能，也就是能把你的背阔肌拉到最长，然后收缩时你能再收到最紧。不过大家注意要把它和练3头的绳索下压区分开，练3头的是大臂保持不动，靠小臂屈伸来完成。这个动作需要你整个手臂保持不动，靠背部发力带动绳索下压。这个动作呢推荐做5组，每组都做到力竭，只推荐放在开头热身背部或者收尾榨干背部。排名第3的动作引体向上，这个动作能练到整个背部肌群，几乎没有动作能替代。它除了能练到背阔肌、大小圆肌之外，还能带动中下斜方肌，属于复合动作里的全能选手了。你看那些搞街头健身的，他们那些宽背啊，哪一个不是靠引体练出来的？我推荐你练背日，直接起手先来个5组的引体向上热身，搞完之后身体也完全热开了，再去做其他大重量的动作，也就不容易受伤了。这个动作我推荐做5组，每组8到10次，自重不够了，身上可以挂一些杠铃片上强度。排名第2的动作对窝的宽距高位下拉，做那种直杆的高位下拉呢，比较侧重上背的外沿，也就是能把你的背练宽。做 V 把的窄距高位下拉呢，更针对的是你背阔肌下沿，也就是能把你的背练厚。而用这个对窝的握把做高位下拉，能让你同时兼顾把背练宽和练厚，增肌相当全面。而且对窝的姿势呢，咱们的肩关节活动会更自由，相比其他的握把，你可以用它拉得更低，背部肌肉的收缩呢也会更加充分。这个动作推荐做4组，每组组内递减，尽量每组做到力竭。排名第1的动作俯身杠铃划船，这个动作在我心里呢是练背动作王牌中的王牌，在所有练背动作中，它是少数能上大重量的。有人说硬拉不也能上大重量吗？但硬拉更多练的是咱们全身的力量，它不是一个主打练背的动作。所以要说练背效率最高的动作，那非俯身杠铃划船莫属了。大家注意这个动作不要反手做啊，正手做可以刺激到我们整个背部，而反手更多刺激的是我们上背部，而且反手还上不了正手那么大的重量，咱可没必要花同样的时间做收益更低的事儿啊。最后是咱检验健身成果的时刻了，来给小卡拉咪看看你的猛虎背。下期咱们讲高效锻炼2头肌的动作合集。好了，我是小倪教练，想学习更多的健身知识，记得关注我。